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一代风流讲故事》。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风流人物，他是一位语言教育学博士。他原来是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系主任。张玉华博士您好。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您的故事。谢谢。当时您在南师大呢是俄语系系主任，那同时也是中青年骨干教师，还破格为晋级副教授。对，这么高学历很让人羡慕啊。我当时就想，就是说你政治方面的东西它会随时变化的，但是呢，这个学文化有知识，它这个不会变。这不恢复高考了吗？那我也就是也自然而然的就跟着参加复习高考。上了大学之后，后来就不入党也不当官，那我就是考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就参加工作了。工作之后，我想想还是因为其他的我不想正仕途就当官这条路我不想走，那就想在学术上我要走到最后，就是到最顶尖吧。那最后呢就是个考博士了吧。那就是又考了博士。那您后来怎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就是拿到学位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就在往南方联系学校了，这就到南京去了。这说来也有意思，你看这个法轮功它传出来的时候，我在黑龙江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回想起来，我看到过练法轮功的学员在那练法轮功，但是呢，我就没有接触到。到了南京之后，那也是1998年的时候吧，1997年的时候，南京大学办了一个犹太文化讲习班，在这个讲习班上遇到一位法轮功学员，这个学员是山东一个大学的老师。那时候夏天嘛，大家在一起这个吃完饭，夏天南京很热嘛，中午吃完饭也就不用回家了，在附近买个盒饭，吃完之后大家就在会议室就谈天说地的啊。就谈到一些气功现象，那我也是我不相信的，我一直就是受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无神论的宣传嘛，我是也不相信这个东西，我说那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我就发表我的高见，对一些超常的现象嘛不相信。那个班上这个老师呢，他练法轮功，他听了我在那滔滔不绝的这个夸夸其谈，他就笑了笑。我就发现这个练法轮功的人他不张狂。就这个老师啊，他给我整个感觉他是非常稳重，也很谦逊，不像我那么张扬。他听了我说话之后呢，他就笑了，他说笑了笑，他说这张老师我有本书，你要不要看？我说可以啊。说来也奇怪，那个我看到第5讲的时候，转法轮第5讲是法轮图形，我一看法轮图形这3个字，我这肚子就开始就转起来了，那时候不知道说是转，我这个肚子在绞，我就去问，第2天这个去到这个讲习班上去嘛，我就问那个老师，哎呀，我说看这个书，这个肚子里边怎么绞啊，怎么这么绞啊？他说那挺好的，说契机给你下上了。我说什么契机？谁给我下？那个老师在哪儿？我说我什么都没看见呢。那个老师当时一听呢，因为他这里边也有个他有的人觉得太玄乎了吧，他可能当时怕把我吓着，他就说他说反正没啥，你就看吧，你接着看吧。好了，我这本书就后来看完了，看完之后我就说要把书还给他吧。他后来他说他不要，说就这个他问我想不想练，我就说了一声想练，他就把还有2本书就留给我了。就这样我自己就是开始看书。看这书之后，我心里就安宁了。安宁是因为你在这个社会当中，你肯定有跟谁有矛盾呐。你取得成就之后，别人有妒忌你的，人家取得成就了，你也有妒忌人家的。所以说，就是你肯定也会遭受一些就是所谓的不公平待遇啊或怎么样。看了这本书之后呢，因为我这个人不太会耍心眼儿。就是别人就是耍心眼儿，把我给咱就说把我搞了一下子吧，我不舒服，那我肯定我想报复。我如果经常是这个报复的这个行动不会付诸实施，时间长了就忘掉了。有的时候突然就有那个机会来了，我也会报复别人一下子。报复完之后，那他肯定不舒服，他不舒服，看到他难受，我还挺难受。完了之后，我报复也不舒服，不报复也不舒服。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呢，我说真善忍他是公平的。
就是你这边你看不见，但是真善忍在那衡量着。我说那好了，这以后这个事儿不需要我操心哈，谁对我好啊不好啊我都不用管了，反正真善忍在这儿呢，就是心里面就很安宁，非常安宁。后来呢，我就决定开始修炼了。那么修炼过程当中有很多，不管就现在的科学它怎么认识，但是有些现在科学你解释不了的事情，法轮功转法轮，它这里边给你解释了。我那时候是身体是垮的，所以每个月都要感冒一次，心脏也不好，方方面面。但是这个我开始练法轮功之后呢，还有个就是非常怕冷，怕冷啊，冬天非常怕冷，穿的非常多。后来练法轮功之后啊，所有那些不舒服的感觉全都没有了，也不怕冷了。那很神奇啊！对，像在南京那个天气，冬天的时候，我要用2个热宝，它那是那个圆的，是能金属的热宝，就是插上电充满之后呢，可能能大概要几个小时。那我是这个睡觉之前先插好一个放在被窝里，然后另外一个再插着，等我中途再换上，就是我是这样的。等后来练法轮功的时候，我也不用这些热宝，那每天原来睡醒觉起来那是这个腿都是凉的，那我练法轮功之后，那醒过来之后全身暖洋洋的，那鼻尖可能上都渗汗，所以说这个身体上这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在1999年的时候，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嘛，那很多练法轮功学员的都被抓。那您当时也有遭遇相似的经历吗？我也被抓过，因为当时我一直我不放弃，而且当时他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时候，他那一套宣传跟我实际接触到的法轮功它不是一回事。我亲身在里边，我当时练法轮功的时候，你看经历过这个89年学生运动天安门大屠杀那次事情，因为我那次事情对我的震撼也挺大，因为我就没想到共产党会对学生这个开枪，甚至用坦克车，我没想到，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所以从那以后，我也是就是政治这个东西不能碰，所以说我一直远离政治。我当时练法轮功，我说好，练法轮功非常好，非常保险，因为什么呢？那法轮功他说做个好人，做什么事儿，遇到什么矛盾，先想自己哪块不对。另外呢，就是你在单位里在哪儿工作干什么，你不要挑三拣四的。至少我看了这本书，我是得到的这么一种教诲，你就是要干好工作要搞好家庭，这个要和别人友好相处遇到任何事情先不要怪别人，先想自己哪儿错了。法轮功很保险，因为这里边它一点政治的事情都没涉及。那我个人的亲身体验呢，练功，一个是你精神上就很轻松，因为你不用担心跟别人勾心斗角，真善忍在那衡量这一切，那你就你内心是平静的，你不用担心别人会搞你，你也不会去算计别人。那么练功之后身体确实好，原来身体不好，练了刚才我讲了，就是说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就非常健康了啊。我为什么觉得我说这回好？这个练法轮功身体又好，身体好呢，你又不用请病假，对工作有利，对吧？搞科研都有精神头十足。另外呢，那时候这个像我这是大学教师，药费也要报好像80%。那这样的话，我如果不去看病的话，我把你这80%的医药费都给省了。那别人把自己七大姑八大姨的那个用的药费，他都拿到单位去报销。那法轮功学员讲真，我不会把别人的医药费拿去就占学校的便宜这挺好。那又强身健体，然后这个道德呢，思想道德又升华，又是处处为别人考虑，这个肯定好，这个肯定没问题。所以说我就放心大胆的练，就是我既不想当官占便宜。过去什么斗地主，什么反动派，又是这个就是抓右派，这个我历史我还大致知道一些的，所以就是要躲避这些事情。那我想练法轮功绝对不会产生这种事情。所以等共产党就是开始镇压的时候，在这之前已经有风声了。我不相信共产党会对法轮功动手。等后来共产党真的就是开始迫害法轮功，我那时候就看共产党就是在镇压法轮功时说法轮功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我全是骗人的。你自己是亲身体验我身在其中的，所以说就是镇压那天呢，我就22号，
22号下午开始就是正式宣布的。那23号7月20号。对对，1999年7月，对对，7月20号。20号的时候，22号正式公布的，20号他已经在抓各地的辅导站的站长啊，还有一些这个辅导员呐，就已经在抓了。22号是正式公布的。所以我想，那算了，既然你是22号已经公布不让练了哈，毕竟我也人大代表，毕竟还是法制委员会成员嘛，那我还懂那么一点的法律，好，我不到你政府部门大门口去了，我到信访办去。你信访办嘛，不就是接待群众来访的嘛？群众来访不也就是说对什么事情解决不了不清楚来向你上访反映情况嘛？所以说呢，我就先到的江苏省这个信访办。我到了那儿之后啊，去了之后信访办没有人。当时我也很奇怪，我说你看发生这么大一件事情，这么多老百姓，还有其他的上访的人。我们当时我到那去的时候，还有因为其他事情上访的，他没人，那我就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他有留言簿啊，我就把要干什么就写下来了。那天就不接待。所以说呢，那个时候我知道这共产党他造假。我想，既然你共产党我上访你不接待，然后你说那话全都是撒谎，都是在骗老百姓，那怎么办呢？我也这个开人大会，我也向我的就是周围的我认识的一些人大代表，我也说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那我练功就说我练功我发生哪些变化，如何，都跟他们讲过。甚至我跟前儿就有那个市委的领导，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那一年，你看到这个99年7月份开始镇压法轮功，到2000年10月份，那都1年多过去了。还是在那继续镇压嘛，继续镇压。那我想我给你1年机会，你共产党，你政府，你误会了，这1年这误会都没消除啊，那你那情报部门是干嘛的？你那公安是干什么的？所以说那我想那看来你共产党就是有意，就是要迫害法轮功，你就是要练功做好人，修心。其他的没有，你凭什么撒谎啊？你凭什么不让练呢？我既然你政府一步步在升级，而且那个谎言越编越多，那不行。我知道天安门它的影响力，世界就是天安门发生的什么事情，世界各国他知道，中国人也会知道。那所以说这个2000年10月份我就到天安门去了，我在那走看，结果我突然看见几个男警察拖着一个女法轮功学员就在地上拖，那是水泥地，把这个学员就往那个他们抓人嘛，那个车那个大公交车那么大的车往那车上拖，在地上在地上拖着走，那个肉皮那都会磨破的。这个时候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我这一喊法轮大法好，这话音未落，从我旁边一下就钻出几个人来，就把我摁住了。那就是那里边的便衣特务，那到处都是，就是专门在那边等着抓法轮功学员。对对对，然后这个后来我就这么就被抓了之后呢，就南京叫南京国安，后来就又把我带回南京，很快就南京就办了一个他所说的普法教育班。当时我们就把法轮功学员去北京的学员，还有一些他们认为是应该是重点关注的这个学员，大概那时80多人，就弄到实际上搞到了这个劳教所，在劳教所那个地方找了一个地方，一个劳教所的这个宿舍地吧，反正就到了在劳教所安排一个地方，说给我们办这个普法班。那我们可以讲法律啊，讲法律你这个你政府你说这个言论自由啊，你宪法上说那个言论自由，那好啊，那我们这个你共产党说这个不好，我告诉你它好，我在里边我知道，那我告诉你我就练了法轮功，我身体好了。再说了，你说这个公民就是有就是如果对国家机关个人或者说就是事情做的不合法，你可以反映。那我都是按照你宪法规定去做的，你给我普什么法呀？所以在那个普法班上，当然他不让练了，那我们也就练功。我当时普通话说的比较好，他们让我喊口令，然后他们就认为我也是重点吧，然后就2000年我就被劳教了。在报道中呢，看到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抓进去，他们都是各种的
酷刑啊，还有思想转化。那您是不是也有遭遇过这种迫害呢？我呢是一共被劳教3次，判刑1次。我记得我在这个南京女子监狱判刑那次吧，他们实际上开始是你一进去，他对人他我是经历那个这种肉体上折磨的啊，但是他对每个人他不一样，有的人呢就是你一进去，他一下子就给你来个下马威，就是一进去几个人上来对你一顿的就暴打，暴打完之后马上拿出东西来写，放弃法轮功不练了。你必须得说法轮功怎么不好。有的呢，那要是从来没有经历过事情，那这一顿打那不是一般的打，那就可能被打垮。有的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人，他先所谓的给你讲道理，所以说。他是根据每个人情况不同。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他们共产党很下功夫的，他对法轮功学员。就是他们专门做了一套这个心理测试，他测试你这个人是什么特点，然后呢，根据你的特点对你采取制定所谓的转化方案，他是这样的。那我呢是开始他们是给我所谓的讲道理了。最开始他们就讲我，你看你是人大代表，你是什么这个俄语系主任，你看你又是第一个这个俄语教学法博士啊，这个社会需要你，学生需要你，什么就这一切。那我说那既然这么需要，我说你就把我放了就行了，你让我回去上班就可以了。那不行啊，那你这个问题你还没认清楚。我说这认识什么呀？那我就告诉你要真实的情况呢，那我就告诉你法轮功怎么事，那我就讲我的整个这个经历的过程。好了，这个过去之后他们会找另外一个人，所以他们曾经找过那个南京大学的搞物理学的一个教授去找我谈。他找我谈呢，他一来我上去我就问他问题。那我问的问题，物理学教授一听，他呆住了。他说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我学外语的。你学外语的你还懂这个？然后结果那旁边610的人一看，他的思路顺着我来了，看就不行了。看不行，马上就这样停掉了，停掉就那个老师后来那个大学老师就不来了。等后来他们又找了一个搞心理学的，他就跟我讲，他讲了些之后，那我就开始跟他讲，我为什么修，怎么修的，为什么修。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共产党撒了什么谎，什么，我就把这些说了之后，后来那个心理学那个学者吧，就是也没说服得了我。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折磨我了，肉体上折磨了，对，肉体折磨，那就是那一次一下连着大概有也50多天，快接近60天了，他不让睡觉，因为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里他做的是牢中牢。如果说他们要重点要逼迫哪一个人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你就会做牢中牢的牢狱。就啥呢？在那个监狱里边，其他的这个服刑人员，他们有的自由，法轮功学员没有。就法轮功学员走到哪里都有人看着管着。然后如果说要重点要把你作为一个目标，要重点要逼迫你放弃了，他会把你从其他的这个服刑人员当中，让你跟他们隔离开，单独关在一起。那在那个地方，那发生什么事情谁都不知道。所以说他们就把我单独关到一个，他们叫这个所谓的亲情会见楼，就是会见的那个地方。我那次就是他就是不让我睡觉，就是罚站。这个罚站呢，就是他不是1天2天的站嘛，就是这个那时候这么折磨我的时候，它是冬天，2月份的时候，1月份2月份的时候，那很冷的，尤其是江苏南京那个地方，冬天1、2月份非常冷。这个水泥地，凳子嘛，有一张凳子，有凳子是给那些看着我的人坐的，不是给你坐，不是给我坐的。他们是几班倒，就是别人轮班去休息，就找那么几个人来看着你，而且他普通的其他的警察他都不让接触，就是他们那么几个警察专门要逼迫法轮功放弃修炼的那几个警察有权利跟你讲话，有权利跟你反正就接触你，其他的普通民警还没有权利接近你。因为我那次有一次这个有个民警，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不是专门做这个逼迫法轮功转化的，他就偷偷跟我讲，哎呀，张云华，我真佩服你。他说我有个朋友在新加坡，他也练法轮功，
哎呀，他说你们遭的罪太多了，怎么？他就是，所以他们里面其实还是知道对法轮功好。对，所以他们就逼迫我，就是不让睡觉。你想这50多天呢，快接近60天了，还不让洗澡。最后他不让上厕所。就一般人基本的权利都剥夺了。没有对。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知道了，就是我母亲去世了，有一个警察告诉我母亲去世。那我一听到母亲去世了，我当然很难过了。实际上，我当时还想，他们是不是会让我回去奔丧啊？然后那当然我哭啊，那我嚎啕大哭啊，我哭了好几个小时啊。那一天我可能都在哭泣，从10点多钟这个知道，一直到这个晚上5点多，就我一直断断续续，那肯定不会一直嚎啕大哭的，哭累了歇一会儿再哭，再什么就这个状态。那么到了晚上，他们没有说让我回去奔丧。也没有说提什么条件，马上把他们单独关的我那个房间、床、凳子，什么东西全都撤掉了。在你失去母亲的时候，还这样折磨你？在我失去母亲的时候，在我嚎啕就痛哭了1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我肉体折磨了。啊，对，床也撤走了，什么这个凳子也没有，让几个人看着，坐也不能坐。那是冬天的时候，那个水泥地非常凉，但是后来我呢是实在累得不行了，我会脱下来一只鞋垫着，那也不行，我就说我要加一件羊毛衫，不给，这也太没人性了吧！我想你们就想抓住在我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我失去母亲，我这个精神上打击很大，对不对？我那么痛哭，我体力消耗那么多，就是我身心2方面都在遭受着这么极度的这种打击，你们在这个时候对我用这种手段，那我说太卑鄙了，太残忍了，没有人性的。他们在折磨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让你睡觉，而且他弄出各种嘈杂的声音，他把那些个这个造谣诽谤法轮功的片子，他放到那个电视啊，放那让你看，他想尽办法，你说你这眯一下眼睛，他马上就会把你搞醒，就是把你打断。甚至什么站的时候，你站的时间长了，你可能累啊，累那怎么办？我想靠墙啊，他把墙上贴的全是李老师的像，墙上你这个头能够够到的地方，再高他不贴，再高因为他知道你也够不上了是吧？然后地上全是铺的李老师像，甚至是卫生间他全铺上都是李老师他复印的那个，都是那个像。我就看这个东西，我说你们卑鄙不卑鄙啊？但是他们在逼迫我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回忆了这过去的这个右派呀，打击右派呀，还什么这个地主什么所谓的资本家呀。因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你想想他都不让你上厕所，不让你洗澡，这个尤其到夏天的时候，那很难想象。那你那是文明，那是文明世界吗？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我对共产党的本质才开始认识，那个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愿望，我说将来我出去之后，我一定要出国，我一定要到联合国去，我到国际舞台上去，我要把我经受的这一切和我看到的其他人经历的这一切，我要告诉世界，我要让世界知道共产党的这种邪恶本质。他邪恶在哪儿呢？因为在他们折磨我的过程当中，我就跟一个人讲，我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不尊重你们呢？他说没有，我们没说让你不尊重我们呢。我说对呀，我说我告诉你们真话，我说法轮功好，它好在哪儿？我从中受益，受益在哪儿？你们这一直这么折磨我，那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法轮功不好，我不练了吗？就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对，我说你不是这不是让我你们在逼着我向你们讲假话，可是呢，我认为我向你们讲假话，我是对你们的一种不尊重啊。我说你们为什么要逼着我不尊重你们？为什么逼着我向你们讲假话？没有啊，我们没有说让你跟我们讲假话呀，我们让你跟我们讲真话呀。我说我真话一直告诉你们法轮功好，你们为什么一直不放弃折磨我呀？那有一次那折磨我，那我也受不了，我也是撞墙的，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你感觉真是把你折磨的真生不如死那种感觉。但这个时候他们会说，你这要是撞墙，这个真是出现生命危险了，他们会说你是走火入魔。在说到这个地方呢，我说的我自己这个事情，我现在还想起来一件事情。我们也是有个法轮功学员，现在这个学员叫黄立俊，他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他又被抓了。
那他那时候把他单独关起来，逼迫他转化的时候，这是有其他的服刑人员，是他监狱警察，他会找一些他们信任的那些服刑人员，帮助他们逼迫法轮功放弃，法轮功学员就是表示放弃。那个服刑人员呢，当时他是被监狱警察信任的，所以说他配合他们，但是他心里他表面上是说他跟共产党是一条心，但他内在他有他的判断。后来呢，从监狱出来之后，我们有所接触，他就告诉我，监狱警察把咱那个学员，我说黄立俊这个学员已经折磨了好多天不让他睡觉了。你想好多天不让睡觉，那你现在用你现在的科学来说，那植物神经会紊乱的，紊乱之后会出现幻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让他跳楼，让他跳，但是那个学员没跳。这个让这个法轮功学员跳楼的时候，就这个我说一般服刑人员他在场，是他讲给我的。他说我从那件事之后我就知道了，共产党太卑鄙。他幸好你们那个学员没跳，只要跳的话，只有说法轮功走火入魔求圆满跳楼。所以就是那个人他对共产党的这个邪恶啊，这种卑鄙，他都有他的认识了。所以说我说呢，我在监狱，我真正就是对共产党彻底否定，他认为他是一个邪教的时候，就认他这种邪恶本质就是他们在折磨我的过程当中，我总结出来的。你想，他逼着你，他这么折磨你，那么折磨你，他就想让你说法轮功不好，我不练了，然后你再按照他的写，怎么不好怎么不好，你不按照他的做，他就折磨你。那什么时候让你就是彻底真正认识到，然后呢，让你选择退出，就是与他有退出这个共产党？在监狱他们折磨我的时候，610的人告诉我啊，你们法轮功现在不得了了，现在还让什么退党，什么？我一听，哎，我当然我心里没说，不，嘴上没说，我心里说太好了，这个党就应该退。所以说我2006年出来之后，我知道有退党这一说啊，那马上退。我为什么退？首先我在里边自己经历的这种折磨，我在看到别人折磨，我说你这个党，你说你伟大光荣正确，你光荣什么呀？你正确什么呀？你自己的法律你自己都不遵守，用那种卑鄙的手段折磨人，那这么卑鄙，那我不能跟卑鄙的这个队伍打交道，所以我必须得退出来。我2006年从监狱出来之后，2009年我又被抓住一次，就是劳教，那在巨东劳教所。江苏省这个女子劳教所在江苏省巨东那个地方，他们在我家里收到了一些光盘，你共产党就歪曲法轮功，往法轮功身上泼脏水，那我从中是一个受益的人，我讲个良知，我还得替法轮功说句话吧。那所以说，为什么大陆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发这个光盘呐、真相资料啊，就一直想就澄清这个事实。那我当然我也做这个事情，所以09年他们把我抓进去，半个月，那是夏天呢，我是6月初，6月3号大概6月初被送到这个劳教所去的。那温度有时候达到了35度、36度啊，在阳光下让你这个队训、跑步、走正步，你不走那几个人拖你，或者是几个人他叫有一种那种情况叫不倒翁，就是其他的这个劳教人员这个几个人四面八方几个人。你不跑，他这个人把你抓过来，往那个人那儿一推，那个人抓住你之后，啪，再往那个人身上一推，他们就来回推你，这叫不倒翁，就是来回推，那人那也受不了的折磨的。那但是你说在那个阳光下，你不走路都还有一身汗呢，你走路那这汗流，那什么叫汗流浃背？什么叫挥汗如雨？那是有真切的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让你洗澡。已经流那么多汗，对，不让你洗澡，但是不让洗澡，不让这个洗衣服，甚至我那有一次最长时间半个月，我的手都没碰到过水，上厕所他都不让你洗手，多恶心人呐！这哪是你？我觉得用什么词都无法形容共产党的这种作为。我是从一个就是完全被共产党洗脑，信奉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说的话，逐渐根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过来。我才知道共产党这种撒谎、这种挑拨离间，酒瓶里边总结出的共产党的那几大基因，那真的总结的太好了，太全面了。我自己亲身经历告诉我，共产党是那么邪恶，那么不可信，与他为伍简直是一种耻辱。那你来到美国之后呢？你有觉得就是有什么
环境啊，这个整个大的区别呢？来美国来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哎呦，我说美国这个肉啊，这个肉全都是货真价实的，美国的肉非常干爽。大陆你去菜场上买肉水唧唧的，因为它那个肉里边注水了。另外呢，感到美国这个就是吃的东西啊，非常便宜，就是只要是民生的这些东西，它非常便宜，那个大陆没法比。另外呢，还有就是政府也不来烦你，你只要不去抱着炸药包去炸这个哪个公共设施去，你随便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就是比较自由，很自由，就那真是叫言论自由。你思想你想什么想什么，你只要不要去妨碍别人，不要去伤害别人，就在最基本的道德这个范围之内，那是自由的。那在大陆不是，在大陆，那共产党管这一切，政府管这一切，所以说在大陆你是被就是带了枷锁生活着，而在美国生活，给你感觉你不带枷锁的，你是自由自在的。在美国，就是你也多次参与那个联合国还有华盛顿的大型集会嘛。那后来你也以一个宗教幸存者的身份去会见川普，你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故事吗？好的。到了美国来呢，那是肯定呢，遇到这个法轮功这个游行啊，我都参加。那我这一看，也不像这个610人讲的说美国没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呢，那么多呢。这个就是他那个说的是谎话吧？那也是我是亲眼看到了，那说明他说的是谎话。至于说见川普呢，我是因为我是2015年到美国来的。我先生我先生马振宇他是2017年被南京市公安局就是给绑架了。我不说他是逮捕你是说这个人违法了逮捕了，那我先生他守法的，就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对，当时那个给他判刑抓他理由就是说他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了信，给6个领导人写了信，那这叫什么？这个抓捕就是你说抓捕这叫什么理由呢？所以说他被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那个警察在看守所在给他这个拘捕令的时候说这次我们就让你死在里边。就他这个话，实际上，只要他这么说了之后，那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所以我不认为他是随便说的一句话。那我知道这个事之后，因为这个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那我就给川普写信，我就请这个美国政府帮忙营救。那后来也找了国务院的人，什么就一直我在进行营救。所以说，2019年开这个，他叫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那就邀请了这个各个宗教信仰团体受迫害幸存者，那其中就我法轮功学员是我去参加的。当时也知道说会到白宫去，我觉得到白宫去就是参观就走人了。那没想到确实是这个后来总统接见，整个会见过程呢，那我就谈了一下我先生被抓，另外在这个苏州监狱。还有其他学员在那里被折磨，因为苏州监狱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有个叫蒋光辉的一个学员被他们折磨成植物人，好像3年以后吧，就是离世了。那在我先生被抓进之前不长时间，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这个法轮功学员，好像叫朱星河，他是从监狱出来，是活着出来的。但是他从这个苏州监狱啊，就我先生他是关在苏州监狱嘛，这个学员从苏州监狱被放回家的时候，他是活着的，但是到了家之后呢，他吐了好多血，然后吐完血之后，或者就是几天就死了，就是在里边他是那种折磨，他就没想让你这个人活，但是又不是死在他监狱里，这里边究竟有多少这个诡计在里面，将来等到这个历史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会知道的。所以当时借这个川普去接见啊，他让每一个幸存者吧都表达了自己的诉求。那在就是与川普会见结束后呢，你觉得那一次的活动对你有什么启发？跟你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呢？他呢打破了中共一个就和国际社会定下来的一个潜规则，就是关于大陆的人权问题，在台下面谈，不要在台面上谈，因为中国共产党他自己也知道他那种
邪恶，他也自己知道自己对这个所作所为见不得人，所以说呢，他就是背地里谈。可是呢，这个私下里谈呢，恰恰是他就是欺骗国际社会，就是继续他的这种邪恶的这种镇压的一种手段。所以说他不但中国共产党，他不但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行径见不得人嘛，他不但就是说封锁网络，不让中国民众看到真相，他也要阻止世界人民、世界了解真相。所以说呢，他对就是跟这个各个国家有了这么一个潜规则。所以说呢，这个川普会宴就是打破了他这个约定，打破了中共的约定。那这个就是在国际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那就谈到了法轮功学员在讲述在大陆受到这种残酷迫害的这个实际情况，也给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在公共场合下听法轮功学员讲述在大陆被迫害这个真相这么一个机会。活摘器官这个事情我也谈到了，我们在接受会宴的时候，各个国家大使馆人都在观看。我们从这个川普接见完之后呢，他就是国务院就是举行了一个招待会，我们就参加那个招待会。然后各个国家的这个大使馆的人也去，那因为我是从这个接见完之后直接去的招待会那个地点，所以我一去完了，好几个国家的那个，他们可能是大使还是工作人员，我没有问，但至少他说他是哪个国家大使馆的，但是那个东欧国家大使馆的人比较多，一下子他们就围上来了，围上来说，哎呀，说你说的太好了，然后就是开始问啊，现在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就开始问。所以说呢，我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当时川普接见的时候，各个国家的这个大使馆人都在看，影响力很大。那影响力很大，对，美国政府等于是首先开始关注法轮功受迫害这件事情。再接下来呢，川普是2019年7月份会见的哈，到2010年7月份的时候，那蓬佩奥在720时候就发表声明，就是敦促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而且他还说就这种迫害时间太长了，他还说就是立即要求中共立即释放法轮功学员啊，里边还提到了我先生的事情。到了2020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美国不是就是又制裁了17名国外就是现任和前任参与对宗教人士进行迫害的那个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中国厦门的一个派出所所长。实际上这个事情，有的人我看那个网上，尤其是可能有些亲共产党的人，他们说，哎呀，说还蓬佩奥还制裁了下边一个小警察哈，一个小派出所所长最基层的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这些人他比较可悲，他没有想想这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呢？这释放出一个将来追究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个犯下反人类罪这个罪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他的高官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他要受到追究。你就下边一个普普通通的民警，只要你参与了，同样不会逃脱这个追究刑事责任的。所以他释放出这么个信号。那么这个今年。在这个美国是5月12号，所以在大陆已经是5月13号了，正好是法轮大法日。美国现在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那宣布了对大陆重庆一个前610的这个主任进行制裁。实际上就是现在美国政府已经针对中国共产党迫害法轮功这些事情，他这个政府有态度了，也有舆论了，也有实际措施了，会引领其他国家的政府也走向这一步。所以说我相信紧接着下来声讨这个中共迫害法轮功这种反人类罪的这个浪潮会很快到来。通过您自身的经历你也逐渐彻底认识到中共的本质，然后与它彻底的决裂。那现在我们可以在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上看到，有接近就是3亿7千多万人退党。那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表示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这些人呢，我觉得他们非常明智，因为你在共产党你不退，你也不会多得到什么，你退出来你也没失去什么，更何况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那已经是说他臭不可闻都不为过，你何必与他为伍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非常明智。
就是还有一些没退的，我劝他们，你一定要就走一下这个形式，你表示你退出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组织，这样的话呢，真正来了，我们现在，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从这个古今中外的这个预言，我们确确实实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关头。你像我碰到的有的人，他说我干嘛用假名、用化名，我就用真名，我就用我的名退。那中国这个重名的人多了，你张三李四叫张三李四的人很多，所以有的人他就用自己的名退。但是呢，那我是信神的了，那是神看人心，不在乎你用什么名，你只要有那颗心就可以。所以说，你说你用一个这个化名退了，谁也不知道你是谁，现实当中不影响你任何事情。那么，将来如果真的说神，中国共产党作恶多端，神要淘汰他，那他就像一艘这个漏水的船，你就不退，你在他那个船上，你再是个好人，这个船沉了，那你也跟着一起沉。所以说，不要这个给中国共产党陪葬去，这么一个邪恶的组织，为他陪葬不划算。所以说，这些朋友我劝他们重视起来，退出来。你说你退出来，用个化名退出来，一点都不伤害到你任何东西。你说升官要干什么？你谁也天知地知，谁也不知道，别人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你没有任何伤害。你退出来了，如果有那天发生了，你说你捡了一个多大的便宜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事情，什么事情不要不当回事。既然这么多人这么多年在说这件事情，那它就有它的道理。所以我觉得退出来是明智的。谢谢今天张博士给我们分享的故事，听完了让人非常敬佩哦。感谢你们邀请我到这里来。对，在这么险恶严峻的环境下呢，你不但没有放弃，而且还反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而且还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呢，继续为法轮功学员发声，向全世界暴露中共残暴的恶行。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希望观众朋友能有所收获，我们下次再见。